那我们在风水上常讲哦，就是如果你的状态不会雷同于平常的状态时，就会有奇怪事发生。就是你有阳台变没阳台，等于你把你的前途给推掉。如果门窗太多，我们讲问题会是什么？就是不聚气，不聚气就容易不聚财。首先，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就是家里要整齐干净啊。请记得订阅设计家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以及打开下方的细细字幕哦。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装潢大小事，我为你解释。今天我们的节目大来宾是命运设计系系主任简少年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让我们来欢迎他。Hello， 大家好，哇，感觉就是好久不见啊。这个不知不觉我也发胖了不少，然后能带回到这节目还是很开心，代表说，大家对于这个风水方面还是获得了很多的知识，然后对我们节目也很支持。希望呢，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一次的节目之中呢，带给大家更多风水的学习，让大家呢都能透过这种改变环境的方式，让自己过得更好，然后再去帮助别人。客厅是家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不论呢要接待亲朋好友啊，或者是我们吃饭聊天打屁，都会在客厅。那客厅呢，其实也影响了我们的事业跟人际关系。我想先来问一下简老师，客厅的风水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好，关于客厅的风水呢，主要有几个点，通常比较常见就是沙发无靠，这个是最常见的。那如果家里人少，一般沙发无靠问题不大，因为不会有人走来走去。但家里如果人多，那就比较注意，因为坐的时候就容易不稳。在第二个部分呢，是沙发被压梁的问题。很多时候梁的位置可能会刚好横在客厅的中间，或是横在客厅的边边，那导致说呢，你有可能是餐桌啊，或者是沙发啊，可能刚好就被这个梁压到。那久了之后呢，也会造成这个屋主啊身体越来越差。那再往下，最常见的部分呢是跟大门组合起来的，就是你直接在客厅的时候，因为没有全关嘛，所以你就直接变成一个穿堂煞的问题。那穿堂煞我们都知道它会有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不聚财，很多时候你的钱呢就这个财进财出。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穿堂煞的时候，它会容易有这种穿心的味道，所以一般来说有穿堂煞的房子这个心脏状况都不会太好。那这三个呢是我们在客厅比较常见的状况啦。我们今天有收集非常多的案例，想要来一一问一下简老师。我们就会先从客厅的部分来问一下。那老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案例一。案例一这边风水问题是写说它这个明厅暗房的问题，就是它的卧室比客厅亮。其实这个改善方法比较简单啦，就是说你就在你的这个客厅加灯嘛，然后把卧室的灯减少嘛，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啦。那我实际看这个照片，你说它客厅多暗，我觉得倒也不至于那问题应该就是它卧室真的太亮了，所以建议它减少卧室的灯啊。那第二个部分他说他的财位都有窗跟门等等。一般来说，在客厅比较会常用到的财位是所谓的明财位，也就是进门45度角。这个方向作为一个聚气的地方，传统逻辑里面，你最常打开的气口就是大门，因为大门打开会有风进来嘛，所以你气就会沉积在这个开门的之后的那个角落。所以关键是因为那个角落的气很足，我们要把它变成吉利的气，从这一边再扩散到全家。那以这个照片来看，它的大门开了以后，其实整个气好像是进到比较底的一个厨房，反而不是进到窗的位置哦。因此来看的话，它并没有所谓的财位直接是窗的这个问题啦。那反而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你看它的卧室是用隐藏门，对不对？就是你是看不出来它有这个卧室的，代表你的这个客厅跟卧室感觉是不连贯的。我个人建议就是不要做出那种太看不出来到底房间在哪的状态，因为它太像密室了。就不要让你的卧室成为密室，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常见的状态。那我们在风水上常讲就是如果你的状态不会雷同于平常的状态时，就会有奇怪事发生。所以有可能是你的这个卧室变密室的时候，夫妻之间有难言之隐这一种都是要比较注意的。所以大致上让我们来看这个客厅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卧室的门实在太像是密室门了。所以老师想问一下，如果要让它看起来不像，我只要把它做一个门框做出来，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有吻合象形的概念？我觉得要么有门框，要么有门把也可以，至少要有一个门把或是一个拉把之类的，它看得出来是一个门，不要让它完全看不出来，这样是比较好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下一个案例是来自大马的阮先生，老师，他的客厅没有前阳台，然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缺陷，或者是可以怎么样来补救呢？因为外推阳台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嘛。我们讲比较大的问题是你有变没有，就是你有阳台变没阳台，等于你把你的前凸给推掉了。但是呢，如果你是进去的时候就没有前阳台，这个问题会小一点。但是只能说是这个房子可能并不会在前途上有那么大的一个帮助。这边的话能怎么补救？例如说你还是想要希望前途更好，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室内空间做一个阳台的区隔出来。就例如说你把你家的这个落地窗前面这一段大概一个沙发大小的位置清空它，都不要摆东西，就把它变得很像是阳台。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更有仪式感，你可以在底下铺什么绿色的草皮、假的草皮的地毯这样子，或是让它有个区域的区隔，看起来像是户外的一个草地。那当然，如果你更加的想要隔开，你真的去用玻璃或什么把它隔出一个阳台，室内阳台空间也是可以的一个做法。对，但是就是要让你自己知道那些地方是另外一个区域，就把它认知叫做阳台，这件事是一个比较好的补救方式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细致的张小姐，她这是一个透天厝哦，她的方向是坐南朝北。那老师，这个案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好，我们比较注意的是这个，因为它是透天嘛，可是它客厅的门窗很多哦。除了大门进来之后，它左斜前方又有一个门，对不对？如果门窗太多，我们讲问题会是什么？就是不聚气啊，不聚气就容易不聚财。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尽量不要有这么多的开口，或者说它用的门的那个气密的部分要用得好一点，让它可以把气整个聚下来。那另外一个点要注意的是，它有一个小梁压在它的一个柜子上，如果柜子太过于杂乱，它可能会除了梁本身的磁场不对，它那里又杂乱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煞的结构哦。所以要注意，就是梁下面不能太乱哦。如果太乱的时候，它这个磁场混乱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要注意这件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案例，是北投的邱小姐。老师啊，她的问题是问说，她搬进去之后啊，她觉得她住院频率变多了，请问这个客厅是不是也有问题呢？一般啦，不建议这种开放式厨房的理由有几个，因为他都讲跟健康有关。第一个是油烟的一个问题嘛，第二个就是说它容易直接看透它的厨房，然后没有区隔开来。然后你可以发现说，它的厨房正对面是厕所，所以呢，代表说它的这个晦气都会直接进到它的厨房里面。他如果又煮东西在家里吃，那问题就会更大。所以如果他常常生病，我觉得跟这些是比较有直线关联的，所以建议他把这个厨房空间给封起来，可能可以大幅的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不要让它整个开放，又对到厕所，又对到客厅，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方向啊。所以邱小姐的房子呢，其实反而是厨房有问题，而不是客厅有问题。那邱小姐也稍微自己注意一下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是土城的陈小姐。老师啊，哇，这个房子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房子最大的问题是中间有一个超级宽又粗大的梁。那我们知道房子就是人体哦，所以如果你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很容易让你自己的身体中间有一段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在自己的房子正中央有一个超大的梁啦。那怎么化解？是我们建议把它区隔开来，就是不要让它是贯穿整个客厅的中间，而是把它变成两个区域，让它整个结构上比较合理一点。接下来呢是新加坡的林小姐，老师啊，她虽然是一个空屋，但是她已经有拿到她的配置图，她想要先询问一下，她有没有穿堂煞，或者是说沙发如果放中间不靠墙，这样是可以的吗？照片来看，它一进门右边是个墙，对不对？可是它好像在平面图打算把它打成窗哦。那这个我们比较不建议啦，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客厅前面的那个窗就蛮大的。就如果再把旁边打成窗，那它就会形成一个不聚气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穿堂煞的构造呢，如果加一个玄关就能解决，所以建议它还是加一个玄关，把穿堂煞的这个问题给解决的。至于说它的沙发不靠墙会不会有什么风水问题，它的风水问题可能不是沙发靠不靠墙，而是它的沙发直接贴在它旁边那个超大的窗旁边，而且又不靠墙的时候，它背后会一直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所以坐的人会坐得很不稳啊，尤其是那个窗还是太大了，主要是这样。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是它客厅很大，窗很大，然后坐的地方啦会没有安全感，这是比较注意的。其他部分像他讲说壁橱做 L 型，或者说它有整排矮橱柜在窗边，我觉得都不会有大的问题。好的，我们又是来自于大马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做东南朝西北的房子。老师，他的风水上面会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客厅结构里面比较大的特色是，它的沙发后面是主动线，就是它整个家里面看起来第一个人口蛮多的，因为光是照片里面就有3个人。那我们讲过，沙发不靠墙，问题是在于你后面有人走来走去。那如果你把你的沙发不靠墙，你又放在主动线上，那自然你就非常难做得很安稳。所以我会建议他应该把他的沙发跟他的电视柜子的方向完全交换。所以说他沙发去靠墙，但是电视不要靠墙，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至于线材的部分，是可以藏在柜子里面，或是藏在柜子下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啦。第二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像他本来图画那样有一个神位的安排哦，我们通常会建议不要让开门一进来就看到神位啦。就是开门直接见到客厅，我们觉得已经是一个不算遮蔽的方向，没有什么隐私。那如果开门就见到神位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你不知道开门的时候你会不会拿着垃圾或大包小包或者什么东西，那见到神位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现象。另外是你的客厅很多时候是很杂乱的，如果你有佣人，但不一定。但是如果你平常招待朋友来，你没有收干净，你会非常影响神位的整洁，那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前途，这个是比较注意的。下一个案例是台中的李小姐，哇，这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老师他想问一下，他自己的客厅财位在什么方向呢？这个明财位的结构是开门的45度角嘛？那如果以这个方向，它开门进气之后，应该是会沉积在客厅的左上角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它一个基础的明财位。那当然，我们讲过另外一个是进气，因为它的阳台在正北方，进气之后气流会沉积在厨房。所以厨房也可以是构成讲第二个聚气点，也就是第二个明财位的部分。那同时间比较有趣的是哦，因为它在这个紫白飞星的这个技术上，也就是9宫飞星技术上哦，正北向的房子刚好它的财位是在正南方，所以呢，它的厨房又同时间具有了这个我们所谓紫白飞星，也就是9宫飞星这个技术，它的财位，它只要点火就会旺财。我们会推荐李小姐，就是在厨房这个位置可以多煮饭。有的人会在财位放一些催化的东西嘛，例如放聚宝盆，但我们觉得在厨房放聚宝盆可能不是一个太合理的现象啊，所以我们建议它上来一点，不要放在这整个琉璃台上，就建议可以放它厨房的墙边，作为一个催化气的方法。但最好的做法就是同时间多煮饭，然后在那边可以放一些聚财的东西，就可以把整个家里的财运给催旺。下一位呢是桃园的刘先生，老师他的风水问题是客厅摆放招财物品是否有放对位置呢？首先你可以看到他在阳台外推的这个窗的两边看起来都有放一个盐灯去做一个催财。那同时间呢，他的沙发后面放了一个我看起来像是水具天心的画，我不确定因为看不清楚，就是有大山有水往上流。然后你看他的这个电视的静态里面也是做一个池子，应该也是水具天心的局啦。然后再往上呢，它的这个时钟是一个八卦跟太极的时钟，然后在沙发的右侧又做了一个水缸。如果这整个局是一个老师布的，那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因为老师可能有他的深意啊。但如果是 DIY 的，那我就要劝你比较注意一下了。我们假设它是 DIY 的，我们先跟大家讲哦，风水局呢，其实还是讲究平衡的。就是如果你过度的催化，其实会造成生活中衍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简单理解，就像是你去吃一些营养的东西，这个在你营养不良的时候吃很有效，但是营养过剩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延伸性的问题。所以同样，我们不建议大家同时间在家里面把3到4个老师，甚至是可能看了10个老师的方法拼凑成你家的风水局。这样子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过犹不及，反而会产生一些不确定的问题，甚至达不到原来的效果。如果拆开成每个派别，其实你都算是对的一部分，但它全部堆在一起，可能不一定是对的啦。所以建议呢，如果刘先生是很在意风水的人，还是找一个比较信得过或信任的老师做一套他的风水局，我觉得会好一点。而这个客厅目前反射的状态，刘先生是一个很焦虑的人。怎么说？你看他两边的壁纸的花纹都非常的繁复，
然后它的窗帘的图案也非常的繁复，然后它家里面有大量这种繁复花纹的壁纸啊，或是布啊，或是各种这种装饰，那这都容易让人非常焦虑，甚至有皮肤病的问题啊。那我建议大家，壁纸跟窗帘的颜色越素越好。下一个呢是台中的郭先生，他想问一下说，他住进这个房子之后呢，身体健康都有一些问题，而且他自己发现到他钱财都守不住，想请老师帮他看一下他的客厅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首先，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就是家里要整齐干净啊。就是因为风水的第一步哦，就是家里面要整齐干净。如果家里面乱哦，其实你的运很难特别好。那当然我也理解，就是现代人如果家里面人口多又有小孩什么的，其实很难很干净，对吧？前一阵子这个断舍离，大家也在讨论嘛，有小孩的时候就比较难一点嘛。那我们会建议至少神位要干净。那这里你的客厅来看，你有一个神明桌。可是你神明桌的左侧是非常杂乱的，而且看起来是一个收纳区域。我们知道神明的左侧叫做龙边，龙边要静哦，不能是动的。可是如果你收纳的东西很乱，你要常拿来拿去，你龙边就动。龙边一动呢，你运气就不容易好，你知道吗？不容易稳定。第二个是神明的眼前是你的前途，我们发现你神明的眼前是充满了杂物的哦。那充满这些杂物呢，自然怎么样？你的前途也是充满混乱。那我们觉得在这个情况下，你很难多健康了。那另外是，你虽然用铁柜把你的穿堂煞给挡住了，可是问题是你的这个铁柜前面你晒了很多衣服，那你打开了之后，你的气流会停在这个脏衣服上面，所以你的脏衣服这个气就会变脏，然后再扩散到全家，那自然你也很难多健康了。另外是大家一般来说对于神位的理解，看到的是那个神明厅，对不对？反过来，他看到他电视上面有一幅八仙过海，这个八仙过海哦，放久了你也有拜拜，那个八仙的图像哦，也是有一种神明的意味在哦，所以它可以说是你的一个次要的神位啊，就你的次要神位一样对到你们家的客厅的沙发附近也是非常之杂乱，所以自然身体健康非常难好，然后运气也不容易好。建议怎么样？还是维持整洁为上。断舍离是你最好的风水改善的方法哦。